家里养的花花草草，如果不小心养死了一盆，或者单纯看着邻居家那盆开得爆盆的绣球花，月季花眼馋，想要自己也搞一盆来养，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跑去花市买新的，要么就是上网去买那些所谓的特效生根粉回来折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花那些冤枉钱，特别是那几块钱一包的生根粉，有时候买回来甚至全是连化学成分都不对的假货，泡了半天不但没生根，枝条反而发黑腐烂了。今天我就把这个在花友圈子里流传了很久，但是很多人一直没掌握精髓的方法告诉大家，只需要走进你家厨房，拿出一个平时炒菜煮咖啡都会用到的调味品，就能配制出比生根粉还好用的生根神仙水。你没听错，就是那个白糖，把它按照特定的比例调成水，不论是比较难搞的木本植物，还是家里常见的绿萝吊兰，只要蘸一蘸，最快7天就能看见白花花的大白根长出来，那个成活率高的真的会让你吓一跳。不过这个白糖水可不是随便拿个勺子挖一勺糖扔水里就能用的。我在台湾这边的花友群里，经常看到有人吐槽说用了白糖水扦插，结果第2天盆里全是蚂蚁，或者插碎直接发霉烂掉了。这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比例上，我们要调制的这个溶液浓度必须非常讲究，太浓了，糖分过高，一方面容易招虫子，另一方面会造成高渗透压，反而把枝条里的水分给吸出来了，那枝条就直接脱水干枯了。太淡了呢，又起不到补充能量的作用。经过我自己这几年在阳台上反复实验，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有一个黄金比例是最稳妥的。准备工作其实很简单，首先你需要准备凉白开，也就是煮沸后冷却的水。为什么要用凉白开呢？因为自来水里通常含有氯气，直接用虽然也不是不行，但对于一些比较娇贵的植物品种，氯气可能会影响切口的愈合。把水烧开晾凉，既杀菌又去氯，这是最保险的。然后就是我们的主角白糖，最好是选用那种最普通的白砂糖，不要用红糖或者是黑糖。虽然红糖里含有一些矿物质，但是红糖的杂质比较多，粘性大，非常容易在水里发酵变质，导致水体发臭。对于扦插这种需要相对无菌环境的操作来说，红糖的风险太大了。具体的调配比例是这样的，我们找一个家里常见的矿泉水瓶子，或者是那种透明的塑胶杯。如果你是要把枝条长时间浸泡在里面来诱导生根，也就是水培生根的话，那比例要是糖和水是1:100。怎么控制这个量呢？其实不用拿天平去称，你就大概记着500毫升的矿泉水瓶，装满水，放进去大概5克左右的白糖。5克是多少？就是我们平时喝汤的那种小瓷勺，平平的一勺差不多就是5克。把糖倒进去之后，一定要疯狂摇晃瓶子，或者用筷子搅拌，直到你看不到任何白糖的颗粒，水变得清澈透明为止。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糖没化开沉在底下，那你插进去的枝条底部就会直接接触高浓度的糖浆，那样绝对会烂根。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是准备土插，也就是把枝条插到土里或者制式珍珠岩里面去，那么我们只需要用白糖水处理一下枝条的底部。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浓度稍微调高一点点，大概是1:50的比例，也就是同样500毫升的水可以放2勺糖。调好之后，把我们要扦插的枝条底部大概3到5公分的位置，在这个糖水里浸泡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不需要太长，半个小时足够让枝条切口的细胞喝饱能量了。泡完之后，拿出来用清水把表面残留的糖分稍微冲一下，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把表面的水晾干，就可以进行扦插了。这一步冲洗很重要，很多人就是忘了这一步，结果残留在表皮的糖分把蚂蚁大军给招来了。搞定了生根水，接下来就是选枝条的环节了。这一步甚至比生根水还重要。你要是选了一根本来就营养不良，或者是已经老得快要枯死的枝条，别说白糖水了，你就是给它泡在人参汤里，它也活不了。选枝条的原则，咱们得看植物的种类。如果是像月季、三角梅、茉莉花这类的木本花卉，
最好的选择是当年生的已经半木质化的枝条。什么叫半木质化呢？你用手摸一下，枝条的皮不是那种嫩绿一掐就出水的，也不是那种老的发灰发褐硬得像筷子的，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表皮颜色稍微有点转深，硬度适中，你稍微用力弯一下，能感觉到它有弹性，但不会轻易折断。这种枝条的细胞活性是最强的，营养积累也够，生根速度最快。如果是太嫩的枝条，里面的水分太多，组织太软，插到土里或者水里，很容易就腐烂化水。如果是太老的枝条，细胞壁太厚，分化能力差，可能你泡了1个月，它还是那根死木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选好枝条后，修剪也是个手艺活。我们不需要太长的枝条，一般保留个10到15公分长就足够了。每一根枝条上至少要保留2个以上的芽点。芽点就是叶子长出来的那个位置，那是植物生长素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将来发新芽的关键。剪的时候，上面那个切口要是平的，距离最上面的芽点大概1公分左右，这样可以防止伤口愈合的时候把芽点给抽干了。下面那个切口，也就是要泡进糖水插进土里的那一头，必须要剪成斜口，45度的斜角最好。为什么要剪斜口？这可不是为了好看，斜口能最大程度的增加切口的面积，面积大了，它吸收水分和白糖能量的接触面就大了，将来长根的地方也就多了。而且斜面一定要平滑，最好用美工刀或者锋利的园艺剪刀，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千万别来回锯，把切口的皮层给搞得毛毛糙糙的，那样容易挤压坏组织的细胞，细菌一进去就烂了。剪好之后，叶子的处理也不能马虎，很多人舍不得剪叶子，觉得留着叶子能光合作用，但在扦插初期，枝条没有根，吸水能力极差，叶子越多，蒸腾作用就越强，水分散失的就越快，还没等根长出来，枝条里的水就被叶子抽干了。所以我们原则上只保留顶端的1-2片叶子，如果是像绣球花那种叶子特别大的，还得把留下的这1-2片叶子再剪掉一半，只留半片。底下的叶子全部都要清理干净，特别是要插进土里或者泡在水里的那一段，绝对不能留叶子，叶子一旦泡在水里或者埋在土里，100%会腐烂，然后把整个水质或者土壤环境搞坏。现在我们有了处理好的枝条，也有了调配好的白糖生根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浸泡处理了。找个浅一点的容器，把调好的1:50比例的糖水倒进去，深度大概3-4公分。把修剪好的枝条一把抓起来，整齐的放进去，让斜切口完全没入糖水中。这时候你可以定个闹钟，20分钟到半小时。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正好可以去准备扦插用的介质，也就是土壤。很多人扦插失败，除了没用生根水，还有一个大坑就是土没选对。大家记住，扦插用的土和以后种花用的土是不一样的。种花我们讲究肥沃，要有有机质，要加底肥。但是扦插千万不能有肥。新长出来的根非常娇嫩，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你一上来就给它喂大鱼大肉，它是受不了的，很容易就会产生肥害，把切口给烧坏了。所以扦插最理想的介质是素土。什么是素土？就是没有任何肥料的、干净的、透气保水性好的基质。在台湾这边，我们最常用的扦插介质其实就是蛭石、珍珠岩和泥炭土。如果你是新手，我强烈推荐用纯蛭石。蛭石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扦插神器，它保水性特别好，透气性也不错，最关键是它是经过高温烧制的，本身是无菌的。你去花市或者网上买那种细颗粒或者中颗粒的蛭石，买回来就能直接用，都不用消毒。如果你手头没有蛭石，用粗河沙也是个好选择。注意是河沙，不是海沙，海沙有盐分会咸死植物。河沙要选稍微粗一点的，别用那种稀面粉一样的沙子，那种浇了水就板结成一块水泥了，不透气。用河沙之前，最好用开水烫一下，或者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几天，杀杀菌。当我们在透明的杯子里看到那白嫩嫩的根系长出来，或者是发现土插的枝条顶端开始冒出了鲜绿的新芽，
那种兴奋感我完全懂，恨不得马上把它挖出来，换到一个漂亮的大瓷盆里，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且慢，这正好是很多新手花友最容易翻车的地方。这就好比一个刚出保温箱的早产儿，你直接让他去跑100米冲刺，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这下半部分我们就来讲讲如何把生根后的枝条安全带大，以及除了白糖之外，厨房里还有哪些被我们忽略的养花宝贝。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个动作来判断根系到底长好了没有，这个动作叫轻提。你用手轻轻捏住枝条的基部，往上稍微提一下。如果你感觉到底下有一股抓力，好像有人在土里拽着你的枝条，这就说明根系已经长得比较结实，抓住了土壤或者是蛭石。这时候我们不要急着移栽，要让它在原来的环境里再待上1周左右。为什么要等这1周？这是为了让刚长出来的水生根或者是嫩根稍微适应一下土壤的摩擦力，进行一个老化的过程。根系如果太嫩，移栽的时候稍微一碰就断，或者一接触到有肥力的土壤就被烧伤。等到根系长度大概长到3-5公分，而且数量不只是1-2根，而是有一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给它搬家了。这个过程我们叫假植或者是上盆。这时候选盆非常关键，千万不要贪大。很多人觉得我这花将来要长成大树的，直接用个大缸吧，绝对不行。小苗用大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干湿循环太慢。你浇一次水，因为土太多而苗的根太小，吸不完，那个土可能半个月都是湿的，根系长期泡在湿泥里，肯定闷根腐烂。我们要遵循小苗用小盆的原则，一般直径7到10公分的小黑方或者是红陶盆就足够了。上盆用的土就不能再用纯质石或者是纯沙子了，因为植物长大了需要吃饭，纯芥质里没有营养。这时候我们要配置营养土。在台湾这边，大家习惯买配好的通用营养土，然后回来自己再加量。对于刚生根的小苗，我的建议是用70%的营养土混合30%的颗粒土。颗粒土可以是珍珠岩，也可以是火山石。为什么要加颗粒？是为了撑起土壤的骨架，让根系能呼吸。在这个阶段，底肥的使用要非常克制。你可以稍微在盆底放几粒缓释肥，记住是几粒，不是1把，而且要用土隔开，不能让根系直接碰到肥料。移栽的时候，如果原来的介质是蛭石或者沙子，比较松散，我们可以轻轻抖掉一部分，但是要把包裹在根系周围的那一团护心土留着。这团土是根系的安全感来源，留着它，苗就不容易萎蔫。如果原来是水培的根，那更要小心。水培根非常脆，而且没有毛细根。移栽到土里之前，最好先把那团水培根在稍微干一点的细土里滚一圈，让它沾上一层泥衣，然后再种下去，这样能帮助它快速适应土壤环境。种好之后，浇透定根水，然后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苗。这个缓苗期大概需要3到5天，这几天千万别手痒去晒太阳，也别施肥。等到你发现顶端的叶子在早晨和中午都挺立不倒，甚至开始长新叶子了，就可以慢慢增加光照，把它移到它该去的地方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叫假活，就是枝条插下去，过了几天叶子绿油油的，甚至还开了花，你以为成功了，结果过几天突然整个黑掉死透了。拔出来一看，底下一根根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枝条里原本存的养分被上面的叶子和花给消耗光了，但是底下的根没长出来，后续的补给没跟上，最后就是油尽灯枯。所以我在上集特别强调要剪掉花苞和大部分叶子，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假活。如果你发现插条上长了花苞，千万别舍不得，一定要狠心掐掉，我们现在要的是命，不是花。好了，讲完了白糖水扦插的后续管理，咱们再来聊聊厨房里的另外2个神物。白糖虽然好用，但它主要是提供碳源能量，而植物生根还需要一种东西，就是活性酶和生长激素。其实厨房里有一个东西比白糖更厉害，那就是蜂蜜。蜂蜜和白糖不一样，白糖是提纯的蔗糖，成分单一，
而蜂蜜，特别是那种纯天然的土蜂蜜，里面含有大量的酶、氨基酸、矿物质，还有天然的杀菌成分。你有没有发现蜂蜜放很久都不会坏？就是因为它自带防腐功能。用蜂蜜水来生根，不仅能提供能量，还能像涂了红霉素软膏一样，给植物的切口消毒杀菌，防止黑杆。蜂蜜水的使用方法和白糖水类似，但是浓度要更淡。一般来说，一勺蜂蜜要兑大概500到800毫升的水，搅拌均匀后，用来浸泡那些特别难生根的木本植物，比如茶花、杜鹃，或者是比较贵的玫瑰品种。蜂蜜水里的生长素能软化枝条底部的皮层，诱导愈伤组织更快形成。我看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是月季枝条，用蜂蜜水泡过的，长出来的根系明显比白糖水的要粗壮，根毛也更多。不过蜂蜜成本比较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钱包厚度来决定用哪种。另一个厨房里的宝贝，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那就是米醋。你没听错，就是我们平时吃饺子蘸的那个醋。在台湾，很多花友家里养栀子花、茉莉花，总是叶子发黄，长不好，其实是因为北方的水土太碱了，或者是土壤板结。醋是酸性的，它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让环境更适合植物生长。但是醋在扦插里有什么用呢？其实醋里面含有微量的醋酸，这种酸性环境能抑制细菌的繁殖，同时能促进植物体内生理代谢的活跃。对于一些喜酸性的花卉，比如绣球、蓝莓、杜鹃，我们在处理插穗的时候，可以在水里滴2-3滴米醋，注意只要2-3滴，千万别多了。这微量的酸性能把水的酸碱度调节到微酸性，这正好是植物细胞分裂最喜欢的环境。而且醋还能帮助植物吸收钙质，让新长出来的根更结实。还有一个小偏方，虽然不是液体的，但是也很好用，就是肉桂粉。如果你喜欢烘焙，家里肯定有这个。肉桂粉是非常强的天然杀菌剂。我们在修剪完枝条，特别是那种多肉植物，或者是切口比较大的天竺葵，可以直接把切口在肉桂粉里蘸一下。那个粉末粘在切口上，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细菌真菌根本进不去，这就省去了买多菌灵的钱，而且肉桂粉的味道还能驱赶一些小飞虫，简直是一举多得。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养花其实是一门关于观察和利用自然的艺术。我们不需要迷信那些昂贵的进口药水，白糖给了植物能量，蜂蜜给了植物抗体，米醋调节了环境，肉桂粉提供了保护，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手边，只要我们懂得它们的原理，就能把它们变成让植物爆盆的魔法药水。当然，不管用什么方法，有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耐心。植物的生长有它自己的节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辅助它，而不是强迫它。有时候，你看着那个枝条插在那里半个月没动静，心里急得不行，但其实在土壤面，生命正在悄悄的孕育。可能就在某一个清晨，你会突然发现顶端冒出了一个小小的绿芽，那一刻的惊喜绝对能治愈你所有的等待和焦虑。我在做园艺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植物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哪怕是一根被风吹断的残枝，只要给它一点点水，一点点糖分，它都会拼尽全力去生根，去活下去。我们用白糖水扦插，不仅仅是为了省那点买花的钱，更是为了体验这种生命的奇迹。你想想看，当你指着阳台上那一片花海，对来做客的朋友说，你看，这些全都是我用一根枝条变出来的，那种成就感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